好，接下来开箱的东西呢，很让人兴奋，就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可以来开箱到它的下一代，就是这个 Garmin Venu 2。哇，这个好适合当萤幕缩图而且可以当下最速男，感觉很爽啊！就是跟着发表会一起把影片上，感觉很不错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一下说这个 Venu 2它的外观啊和一些里面的功能的感觉是怎样。那会是一个快速开箱的影片，而且随着最近疫情的状况，越来越多那种隐性缺氧的部分。新闻越报越看得越恐怖。那即使这个手表不是医疗设备，但是它可以让你监看你自己的身体数值，包含血氧的数字的话，我觉得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很不错的。但是强调一下，这个不是医疗设备，它不能拿来做诊断的依据，但是它可以让你大概知道你现在身体的状况。好，那我们就光来开箱吧。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块盒子，拿出我的开箱小刀，还有做这个凹槽，非常的不错。哒啦，哇！一打开就是这样一个 Garmin 的这个手表，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一个拉环，这样应该就可以把整个手表拿出来。哇！等一下再来细看手表，现在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内容物。整个这样抽出来之后呢，这盒子是不是哦？这边可以开，这样说不太好开啊。哇！又是一个 USB 的传输线，还是不太习惯特规的传输线。然后有一个哇，信仰贴纸吗？看一下它的信仰贴纸长什么样子。好久没有拿到信仰贴纸了。哇！这是赢过昨天的自己，然后的各种版本，还有一个 Garmin， 还蛮不错的，但是它是这种形状比较特别的，有什么包包啊、电脑都可以贴在上面，蛮好，让你每天都要记得赢过昨天的自己，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感觉吧，不错，这个我蛮喜欢的。好，所以东西非常的简单，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手表的本体，一个充电线，然后走的还是这种特规的传输头，就有点小可惜。说明书、信仰贴纸和一个这个小小的让你知道去哪里下载 App 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手表的本体吧。它这次手表有分两个尺寸，一个是45mm 的，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，然后还有另外一款是40mm 的。跟上一代比的话，上一代是只有一个43.2mm 的，那大小的话就会稍微有点差距。这一款应该稍微略大一点，不过我先把它拿下来好了。OK， 拿下来了，哇！感觉不错哎，这膜可以撕，先撕好了。好，然后它这个表面，我这次选的是45mm 的，你看整个明显就是稍微大了一点。然后还有一款是40mm 可以选择，那个就可能比较会是女生会选择那一款吧。两款的话，续航力会有点差别以外，其他好像功能都是差不多的。那总共有6个颜色，我这一款手上的是石墨黑，我觉得整个感觉给人非常的怎么讲沉稳的感觉吧，比较低调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我就是喜欢这种黑色。它颜色的话，45mm 的话有2种，那种是花岗石蓝和石墨黑，然后40mm 的话是有陨石灰、白沙香槟金、迷雾灰、纯白玫瑰金。我觉得金的应该都蛮好看，因为我之前他们给我的这个一代的话就是一个金色的，整个的感觉都蛮不错。那黑色来讲的话又更加的低调，但是旁边的这个边框不锈钢还是很好，然后我还是会很想去转它，有点习惯了。那它的操作方式一样是2种，一种就是触控萤幕，那另外一种就是走这旁边这2个这个实体按键的部分。那我刚刚在拿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它这个表带是有点弹性，然后背面是走这种快拆的方式，所以其实取下和更换表带应该都是非常方便，就这样手肘靠进去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。整只手表来讲的话是重49克，比之前上一代再稍微重了一点点，上一代是46.3，不过我觉得戴起来应该感觉不大，反而是那个大一点的萤幕可能让我的体验会更好一点。戴起来感觉就像这样，虽然说你这样看可能觉得这表带有点大，但是因为它是触控操作，所以我觉得表做的大一点的话，你整个在看数据和看一些资料，在操作的时候感觉会好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机看看吧，应该有电吧？每次都哦，有了，开机了。哇，这样手这样撑着也是小小的有点累哦。这个动画感觉 Venu 2 Hello 您好，繁体中文。好，来新增个装置哦，它马上就连到了，其实还蛮
蛮方便的。OK， 它直接写做得好，不是写完成了，下一个。然后这就要设定一些自己的起床时间啊。OK， 一切均已就绪。然后这就有一些简单的操作，像是我上滑可以看到，哇，它整个的界面感觉变得很不一样哎。哇，萤幕比较大的情况下，我觉得操作的感觉会好上不少。不过还是有个小问题，就是它整体操作的感觉会稍微有点卡。但是我觉得漂亮蛮多的，这个界面我个人蛮喜欢的，就是你滑上来就可以看到说你卡路里多少，水分有补充。然后你看它已经在量我的心率的部分。然后我还蛮好奇的，就是这个血氧脉搏追踪模式整天，然后跟你讲说加速消耗，但是我就是要整天。现在大家应该都是想要整天吧？然后它现在就在侦测我的脉搏、血氧，哇，好紧张哦！不过再次强调，这个不是医疗器材。不过现在能看得到自己的血氧数据，还是蛮令人安心的。那我现在看到的是95，那好像一直都会测吧？我现在开启的模式就是全天候的检测。然后像通知的部分，好像已经整个整合到某一个项目，所以你其实基本上点2步才可以看到通知。这也是现在用起来直觉是觉得会有点小麻烦啦。不过就是整个进来之后，你也都可以看到现在的状况，点进去可以看到详细的通知。然后它这一款的萤幕走的是 1.3 寸的 AMOLED 萤幕，防水等级是来到5 ATM。那官方数据显示说，这一次的续航力非常的让人期待，它是可以到在智能手表模式下可以到11天。那之前的数据是5天。那我猜我可能全开的情况下，应该是希望是可以说可能5、6天都不要充电吧，这可能我要实测一下才会知道。然后最多的话，你可以在你的手表上存650首歌。然后我记得他们是说，这好像是有 AOD 了是吧？我来看一下是不是有 AOD 表面，然后表面可以选择啦，这就是蛮多款表面，也有这种啊，这种就整个可以看到你所有数据的。然后还是一样，就是我上次在心得里面讲，就是点不进去那个心率的，是有点可惜啦。好，先不要关表面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有没有 AOD， 个人非常期待 AOD。这边把这个显示改成董事开启的情况下，但应该就是要全天候都可以 AOD 了吧？那我现在使用也是他们里面内建的表面，所以照理来讲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我们就现在聊聊其他的事情。然后它这次还有个干消失啦，它这个没有 AOD 啊，到底有没有 AOD 啊 ？AOD 这边有个啦，背光关闭时间，它原本是写短，我直接给它改总是开启，然后抬手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，这样应该就会有 AOD 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就边讲其他的事情来看一下它会不会没有 AOD。然后它这次还有一些数据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像是它有一个身体年龄，它根据你整个的心率啊，然后你运动状况、体脂肪、BMI， 然后还有你身体的机能，去算出一个你现在身体的年纪，有点像是你在体重机上站上去之后，它不是会跟你讲你的身体实际年纪大概在多少？那这个还蛮好玩。然后还有一个我等一下会测，就是即时健康快报。它开启这个功能之后，它会有2分钟整的每秒数据监测，让你看一下你的心率啊、心率变异值、血氧浓度、呼吸速率和压力指数，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图表。这个我现在就是要来测这个。然后真的耶，它应该都没有按吧？这功能很难测耶，我要这样发呆2分钟吗？它应该这样就是不会按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功能。它这个功能要怎么测嘞？身体年龄，它会根据这个你的运动强度，然后什么什么啪啦啪啦啪啦去测。但因为我现在刚拿到，所以它没有一个数值在。然后健康快报就这个，我们就是要来测这个健康快报，了解更多。那我怎么测嘞？然后它这个真的就没有按嘞，它有稍微变暗一点点，但是基本上它就是萤幕会整个亮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我想要测健康快报怎么测？健康快报 A few inches later。好，然后我刚刚稍微找了一下健康快报怎么用。首先呢，你要先进设定，然后到这里面来，然后应用程式，然后这里面把新增进来。我已经新增了，就这个健康快报。然后之后呢，直接到这个桌面这样点，他就问你要不要开始，开始就点这个，他就会测2分钟的健康快报。所以它这个其实有点可惜的是，像它这个界面，就是这边明明就有个健康快报，这是我刚刚测，那你点进去，它只会显示说你今天测，它不会帮你测，这个就怎么讲，有点不直觉啊，小可惜。那不过我们现在就来重新的测一次这个健康快报吧，然后按一下这个，它就会开始，计时是2分钟，开始。然后测量开始之后，它这边就会有你这个压力的数值、心率、你呼吸的次数和你的血氧。那像它现在显示我的血氧是 93%， 就是智慧穿戴装置血氧，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材，它只是让你就是大概了解的话，其实好像会比你血氧机测到的会再低一点。它就会这样测个2分钟。
手真的是有点酸啊，我的手感觉快断了啦。其实在检测的时候，他会建议你手就是放在一个舒服的位置啊。不过，看我的呼吸起到了作用，我的血氧飙起来，这是我妈在玩这种智慧穿戴装置玩出来的心得，就是你大口深呼吸，在检测的同时，你的血氧就会拉高，然后还真的有用。哇，好像在做手部的肌力训练 ，OK， 然后就会检测一个2分钟，你就可以稍微存起来，它就会储存活动，然后会给你一个 summary， 就是写说你现在心率平均是91，然后血氧是94，然后呼吸是13下，好像压力平均是70。然后如果你进你的手机的话，它就会有你所有心率最高最低。像我这心率这时候可能因为在拍片当下测会有点紧张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血氧部分。后段的时候，哇，它这还可以这样缩放那像这一段的时候，后段的时候就有升到97，就是我开始大口深呼吸之后。然后就还有平均的呼吸次数和压力。那我觉得它这种数据就是可能这个比较低的情况下，就是你可能真的要戴好，然后戴牢一点，它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因为我在拍片嘛，可能比较有点压力吧，大概0到100，大概在70几。那我刚刚自己在测试的时候，压力就稍微低了一点。那就是一个有图形化的2分钟的健康快报。那我本来还很期待是它可不可以马上帮我量到我的身体年纪，不过因为它可能需要点数据，那这个会比较没有办法，包含它还要这个睡眠时间。然后它这次它的睡眠数字好像也会有个叫睡眠分数的，它会直接0到100给你一个分数。我觉得这功能还蛮不错的，至少你就不用有那个知识说你深层睡眠要多久啊，要多少 % 以上会比较好。它直接给你一个0到100的数字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啦。好啦，那我可能会试用这款 Garmin 手表试用一阵之后，再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心得评测。目前用起来感觉是表面变大，然后我很期待它的续航力，然后再来就是它那些数字都有给你一个更简单的阅读方式，像是分数这样，让人感觉蛮好。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有 AOD 的感觉，非常的好。它用久之后会慢慢的亮度调低，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如果你希望看到我长期的心得的话，就欢迎底下留言。不过我发现好像大家这样好像都怎么讲，没什么反应，有点含糊。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就是这部影片如果 like 有到1000，我就拍一个长时间的使用心得好了。好啦，那这就是这个 Garmin Venue 2的开箱，非常感谢厂商可以让我当一下最速男，感觉非常的爽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